大家好，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切记一定要逐字逐句听清楚。我讲的是方法论，不是某个投资标的，也不是单纯的方向。那好，我们回到比特币盘面。比特币目前正处52000区间，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正好是去年一整年的上升通道的上轨，这个位置纠缠了有一阵儿，下午回跌了一小点儿，然后现在又在反弹。目前这个区间我们应该怎么做单？其实挺简单的啊，这个位置暂时就是不动。如果说它能形成 A B C D E， 然后目前有一些背离啊，如果能形成 A B C D E 上来，然后再拐头再次破掉这个上升通道的上轨线，我们就可以短止损开空了。我目前是稍稍进了一点，之前在这个位置就已经进了一点，我等它上来我再加一些仓。如果它要是直接突破上去踩住，那就有可能继续向上啊。所以这个位置千万不能着急，我现在看的是1小时线，短的时间线千万不要做。目前这个行情上窜下跳太厉害，然后还有现货的话，往上午间行情的时候我说过，往上还有 30% 前高，距69500，那这一点儿不能为了 30% 的利润去排除回跌的这个风险，那是不对的啊。即便是之前踏空了的朋友也不能着急，无论是哪一种投资标的也不会怎么样，没有没完没了不回调，一路向上是不存在的。就即便是山寨币它也会怎么样，该回调还是会回调，所以千万不能着急。如果你实在是想进场，那好，控制好仓位，像这种位置你要进个2-3成，最多3成，然后大把的现金要有预留啊，这样你才能怎么样？它要是回跌了，你可以低位抓一点，然后你的持仓均价就能控制一些。但是万一这个没有绝对的，假设这个是中期的顶部，然后一路向下回调，那真的你就没办法招架，如果你要是 all in 重仓的话。所以一定要把心态调整好。像昨天我为什么讲海曼明斯基模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因为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儿，或者是甚至是这儿，我们没法确认啊。但是热情高涨的程度确实已经达到了比特币65000甚至69000的那种状态，有点接近了啊。所以说你不得不警惕。那昨天我们聊了海曼明斯基，西方人所理解的，他所阐述的对资本市场的这种人们的情绪，以及主力机构跟散户韭菜们的心理变化跟具体的动作可以反映出来啊，很明显。那把问题抛出来了，这个问题光抛出来，那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我老说方法论，拿什么来解决？西方是什么？说交易心理建设，顶多还有什么冥想，以这种方法去调整你的应对资本市场的心理状态。包括华尔街一线的职业交易员，他也有每一个1对1的心理咨询师，他们是以这种方式去解决心理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西方人抛出问题，我们东方人有东方智慧。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啊，我们华夏民族基因的朋友骨子里就有这个优势，所以没必要怕啊，完全是有优势的。那好，我们看我们应该怎么去建立这个交易心理。那我们就得先剖析问题，他只是把海曼明斯基他只是把市场的现象、人们的心理状态阐述出来而已。那这个状态是由什么引起的？它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摇摆的心态？其实很简单啊，我用简单几句话，大家伙儿一定就能听懂。实际上，这种摇摆的心态、心理建设的不健康，它绝对是因为熵增效应。熵增效应是热力学的一个概念啊，它也描述在这个宇宙是混乱无序的、越来越复杂、混乱的这种状态，也就是熵增效应。那实际上我们交易过程当中也一样，我们进场之前就已经开始怎么样了？心理变化、情绪变化是不断的熵增。举例，你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你的钱是信用卡套现的，还是跟别人借的，还是你要还房贷、还车贷，或者是你背着你老婆把家里要用在别的地方的钱临时拿过来用，或者是你突然间家里有什么事情要做，这个钱马上要从市场套现，这种情况导致怎么样？你看着这个 K 线要如你所愿还好，套牢的状态，或者是现在浮亏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你一定会怎么样？摇摆心态。你希望市场按照你所预想的方向演绎，但是它往往它就不尽如人意，然后你会怎么样？促使你一会儿看空，一会儿看多，或者是因为已经有了损失，加大杠杆，然后资金比重控制的不好，越来越导向什么赌博的状态啊，越来越像赌博。然后随着你资金的亏空，你的心态就越来越炸裂，然后在这种基础上，各种坏的想法、不安的情绪，还有媒体的渲染、主力的这种情绪上的左右你、刺激你，导致怎么样？你会崩溃的啊！你只能走向赌博。你不可能淡然坦然的看着比特币一直向上，或者是比特币一直向下，你都是接受不了的啊。如果你没有系统性的应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情绪必然是熵增效应，越来越烂，越来越乱。在这种无序、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你的整体的仓位配置、科学的应对一个都没有，那么显然坏结果是必然的啊！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很显然的啊。所以说，我说交易心理建设过程当中，无论是进场之前开始到进场以后，甚至套现离场以后，你的心情还是会久久的怎么样，一直熵增下去。但你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能摆脱这种摇摆的心态、急于求成的心态、一夜暴富的心态、该止损不想止损的心态，都是可控的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意思啊？你要把自己安放在不危险的状态，安放在让你大概率幸运的位置、环境境遇里，这样你才能大概率运气好下去，你的状况也会怎么样？相对安稳的向上，不断的稳定盈利，不怕慢啊，慢才是快。
那好，借着这个话题啊，我简单聊一下六组。六组到底花落谁家？这里头有非常好的典故，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知道啊。那当时神秀跟慧能为了争夺六组的位置，然后各自都怎么样，说了自己的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叫诗还是什么。神秀讲什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我目前的理解啊，就是什么？我自己就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我心是很干净的，但是我会经常的去擦拭它，然后不让它有尘埃。那好，我们回到交易，你交易这种过程当中，再加上你生活的压力，刚才我所讲到的你的资金的来源出处，钱进钱出，你所需要的资金规划用途等等等等，这些怎么可能让你心安呢？心是干净的呢？你说擦去就擦去，下个月马上还房贷，还有你孩子的课外辅导钱就得拿，然后你的工作可能有调动，甚至是失业，或者是父母亲岁数大了，已经需要很多的这个医疗费用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能是简单一句时时勤拂拭就能勿使惹尘埃吗？不太现实啊。说白了，我不说赞成不赞成，不太推荐以这种方式去管理你的交易心理，因为效果不好，而且非常不现实。那慧能呢？慧能他是怎么说的呀？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什么意思？本来这个市场怎么走，我是不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正确答案。它怎么走，我就怎么跟。这样的话，我的心思就不会被它怎么样胡乱的去影响、所挑逗、所煽动，是不会的啊。那本来它市场就是无序的，你心里把这种无序接受了，你不去追求那个对与错，你不去追求它一定是涨或者是一定是跌，把这种面向给断了，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啊？该止损止损，对了我就吃，错了我就短止损离场。这样的话你的心思是非常安的啊。然后反过来，刚才我所说的，你的那些不能长期放在资本市场运营的钱，叫不要放到这个市场，这样你心是一定是安定的啊。然后你还想玩这个资本市场，那好，我真全心全意、非常发自肺腑的劝解，不要把大钱扔到资本市场。因为什么？你还不具备稳定盈利的能力。你可以大可用小资金入场，去充分的洗礼练习。练习什么？练习你的交易心理，充分体验摇摆的心态，你混乱的情绪熵增效应，你都要去经历面对，然后充分的 K 线分析、交易策略、交易方法、仓位的管理、风险的管理、资金比重的配置、投资组合的选择、风险的把控、未来多种可能性的交易预案等等，把这些全部都系统的收化到你的脑子里，在实战当中不断的去验证、复盘、再迭代，
这样的话，无论你多小的资金怎么样，你也会逐渐走向盈利的这个过程。说白了，你就会有这个盈利能力。那么好，你一旦有了这个盈利能力，那你的钱多小都会像滚雪球一样，一点一点向上。反过来，如果说你的学习训练的过程当中不如意，那么也好啊，无所谓啊，只有这一点点钱，扔了就扔了，也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说你不需要把这个市场想得多么的复杂，也不用把摇摆的心态怪罪于自己，这是人性，你要接受人性，你也要接受这种熵增效应，对谁都是公平存在的啊。但是你必然在交易资本市场的交易当中要获利，心理建设是必须要做的。无论你用西方的心理学去应对，还是华夏智慧去应对，都是可以的。所以今天借用神秀慧能的这一句话，我们去怎么样把西方人抛出来的问题解决掉。我就是这么解决的，没有问题。我的收益率不会超高，但是一定会稳定向上，稳定的获利下去。我也希望大家也能有这样的变化，也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再见。